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什么情况？姨太好像突然断网了，热搜突然冒出来，易烊千玺与周冬雨疑似恋情曝光，炸了！要说目前的90后小花和小生，人气最高并且实力最强的周冬雨和易烊千玺绝对榜上有名。两人在去年合作的《少年的你》一经上映，就受到了网友的热烈反应。虽然两位都还是年纪轻轻的90后，但是在电影里，不论是暴力戏还是情感戏，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在细微处深深地打动着观众。恋情传闻的起因是这样的，有网友爆出一张照片，据说是四字弟弟易烊千玺朋友圈背景图。巧合的是，这张图在2016年周冬雨晒出过，年幼的周冬雨坐在摩托车上的造型。更巧的是，这个造型像极了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在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中的经典一瞬。接着又有网友爆出易烊千玺朋友圈的头像其实是周冬雨的手绘。爆料发出后，周冬雨和易烊千玺被粉丝组成4鸭 CP 推上热搜，但很快就有大批营销号站出来辟谣，有人发文反驳称，有工作人员反映朋友圈不是千玺的，恋情更是造谣，大家散了吧。也有粉丝为偶像鸣不平，认为两个人的恋情的瓜案竟然热搜才17，太不公平。而理智的网友则找出了那张朋友圈截图的问题，P 图打码没有盖住图片，认为整张朋友圈的内容都是 P 上去的。原本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双方当事人不出来发声，热度慢慢散去，网友们也就不关注了。然而包连的隔天，周冬雨经纪人段贝山点赞了一条给易烊千玺、周冬雨组 CP 的内容，再次引起网友热议。这是一个名为樱桃 and 草莓的易烊千玺粉丝发的，内容是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在一起的2个证据，其一是2个人曾穿同款卫衣，对比照片能够发现确实是一模一样的同款，连衣服上行的 logo 都一样，并且指出易烊千玺过生日那天，周冬雨在印尼录综艺回不来，私自晒的自拍里穿的就是这件卫衣。而易烊千玺演唱会礼包里的明信片，图片中列出的是易烊千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，墙上挂的卫衣和这件也很相似。原本是粉丝的分析和猜测，但周冬雨经纪人点赞，性质就变了，很难让人不联想是经纪人下场给这个猜测盖官方认证。更有趣的是，这条内容发布于1月6日，已经是2个多月前的内容，段贝山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赞，难道不说明问题吗？不过可能是点赞之后看到网友们反应比较激烈，很快段贝山取消了这个赞。另外还有网友扒出易烊千玺和周冬雨更多蛛丝马迹，比如易烊千玺头像里的蝴蝶头是方形的，同时明信片里卫衣上方的那个笑脸也是方形的，而周冬雨之前画过方头鸭子，当时虽然说是马思纯的微笑，现在看来另有深意。而他本人特别喜欢方头动物，在这一点上2个人爱好是一致的。另外2个人在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最新内容都是连续的发一些美食，看起来生活节奏也比较一致。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翻出《少年的你》官宣活动时，易烊千玺在红毯上等着周冬雨一起，当时新闻标题叫做有一种走红毯叫易烊千玺，别人都是自己走，他非要等着周冬雨。周冬雨在采访中的回答，当被问到易烊千玺是怎样的搭档，周冬雨直接回答，易烊千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很稳，很成熟，很喜欢思考。接着在被问到自己的理想型是怎样的，周冬雨给出2个关键词，有意思，比较稳。这个答案和周冬雨对易烊千玺的评价几乎一模一样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粉丝都急了，姑娘啊，那你直接回答理想型就是易烊千玺不就好了吗？而在被问到2个人是否在恋爱时，直男易烊千玺的回答是八卦新闻而已，没有什么好回应的，挺好笑的。总结来说，通过这2天的爆料以及段贝山的点赞，可以确定事情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，朋友圈截图造假，4鸭 CP 是在蓄意炒作，目的有可能是增加2个人的热度，或者是别的原因。这时段贝山的点赞无疑是在推波助澜，说明至少周冬雨工作室方面也有参与，毕竟易烊千玺确实要比周冬雨红，这样可以蹭一下对方热度。第二种可能，4鸭 CP 是真的，段贝山盖章认证，然而因为当事人不想公开，所以点赞后很快取消，只能等最终官宣。一次恋情曝光后的信息发出后，易烊千玺的粉丝们已经进行了拨乱反正，
他们号召放过四字弟弟，请关注他的作品。或许是因为易烊千玺与周冬雨年纪相差有些大，92年出生的周冬雨比00年出生的易烊千玺大了8岁。当初王俊凯与大自己7岁的杨紫传出恋情绯闻，粉丝震动，纷纷表示不可能，更不用说这一次是相差8岁的周冬雨和易烊千玺。其实这些都没有讨论的必要，毕竟这世上最不容别人干涉的就是感情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所有的感受，甜蜜或是误解，都只能是两个人相互消融，其他人即使再关心，也是爱莫能助。是不是恋爱对围观者来说其实并不重要，我们想看的或许只是当事人的反应。看热闹的人从来只在别人的喜怒间得到宽慰，但这一次当事人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，这才是最好的应对。我们先撇开这一次的深夜大瓜，看看这件事情的背后。其实这一次让我们感触更深的是，这一届年轻人的爱情更加注重爱情的本质，但他们的相爱实在太难了。前不久还有一条消息称，关晓彤、鹿晗半夜在酒店门外热吻引争议，关晓彤怒怼我已经成年了。其实关晓彤和鹿晗官宣后，因为两人自身的热度和流量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暴露在了狗仔的镜头之下，所以对于感情即使炙热，但还是爱得小心翼翼。在上一期王牌对王牌中，李晨向沈腾提问，说出娱乐圈的3对情侣。当时的李晨看着站在沈腾说旁边的关晓彤，暗示说你身边就有。老油条沈腾岂能听不出来，但他还是打着哈哈应付过去。这未尝不是对小彤的一种保护。上一次关于关露深夜激吻的消息，有报道说关晓彤一改往日温柔的一面，直接怒怼道，我已经20了，是个成年人了，难道我不能吻我的男朋友吗？明星也是人，也有自己的感情和隐私，他们就不能有爱的人吗？以前的明星偶像为了维护粉丝粘度，向来对自己的感情生活讳莫如深，即使结婚也不敢对外宣称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隐婚和公开场合的说谎。作为粉丝，仔细想想，我们是想要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、虚假的温暖，还是情愿听到偶像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我们？从艺人们能够大胆官宣自己的恋情，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娱乐圈中的变化，尤其是这一批年轻的明星偶像，对他们来说，感情、恋爱已经不再是拿来炒作的噱头，喜欢就是喜欢，勇敢对外宣称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倒希望易烊千玺和周冬雨的这一次疑似曝光能够迎来官宣，毕竟相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。TFBOYS 三小只从13、14岁的时候出道，2013年到2020年7年的时间，都是在被注视的环境下长大。他们本以为等到了成年，很多事情就可以自己做主了，殊不知成年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成年的王源开始唱姑娘，对甜甜爱情充满了向往。那个在未来的姑娘会是什么模样？长发、短发，姓刘、姓钟或者姓王？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姑娘善良又坚强，会给流浪老人送衣裳，会在自己迷茫时抱着自己肩膀。但王源还没等到这个美丽的姑娘，就被现实打击的失去了对爱情最初的期盼。这一年他参加真人秀《哈哈农夫》，节目中的唯一女 MC 是杨超越，两人仅仅因为在美丽的菜花旁边给各自拍了张照，于是就被摁头有暧昧关系。两人在综艺中各种接触，观众都觉得自己看出了别样的情愫。杨超越因为用了一个云朵的手机壳，就被人歪歪到在支持王源的新歌《彩虹云朵》。为此，双方的粉丝各自咒骂对方正主，你说我碰瓷，我骂你不配，不仅伤了和气，还给他们添堵。王源只是说想谈恋爱，没让你们强行变成个女朋友出来。同时，在《彩虹云朵》这首歌中，网友还给王源找出了另外一个绯闻女友欧阳娜娜。歌中有2句歌词：看见你可爱酒窝，带你去看天上的鲸鱼。欧阳娜娜是自带酒窝的甜蜜女孩，而且她曾经在微博上说过约定下一次去看鲸鱼，于是两人也被摁头情侣了。两人还一起在王牌中常驻，一起主演了大主宰，之后还都一起去美国留学，虽然不是同一个学校，交集那么多，难道真的没什么关系？但这段时间欧阳娜娜还跟陈飞宇纠缠着，两人的关系被扒出更多的实锤，在网友的眼里没有异性朋友，只有男女朋友，只要两人走得近，仇人也能变 CP。 王源这边被安排的2个绯闻女友年龄上呢都还算接近，王俊凯跟易烊千玺则是硬生生被大家磕出了姐弟恋。易烊千玺跟周冬雨的关系就被广大网友讨论上了热搜，而上热搜的原因仅仅是一张毫无说服力的朋友圈截图。自称易烊千玺朋友圈的背景图是周冬雨小时候的照片，于是网友纷纷觉得房子塌了，还自诩早就知道2个人有猫腻。
易烊千玺被曝在朋友请听好中会带一个新人，大家猜测会是师弟，结果带来的是王锵。王锵曾跟周冬雨主演《阳台上》，这部电影还是周冬雨监制。就这样的关系，两人都被强行摁头。喜欢陈念和小北没有错，磕两人的 CP 也没有错，但不明是非造谣就有错。王俊凯也跟杨紫被摁过姐弟恋，王俊凯跟杨紫呢算是很熟悉的朋友，他们一起参加高能少年团之后又一起参加中餐厅。在高能少年团的时候有张一山在，当时的杨紫话题配对主要是张一山，王俊凯跟杨紫的关系啥都扯不上。等到了中餐厅，姐弟俩日常的干活打闹却被看成是关系不一般，出的几张透图硬生生被编成了童话爱情故事。他们就算有了刚萌芽的爱情小苗，都被掐死在了温室里。小时候为什么时候长大烦恼，长大后发现除了小时候的回忆，其他都是烦恼。小时候只有喜欢与讨厌，长大后发现七情六欲都不足以表达人类的复杂。TFBOYS 作为目前最正能量的团队，3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偶像，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轨迹，请别揠苗助长。司仪台觉得千玺今年刚满20岁，他还是个在校的学生，怎么可能就去考虑感情的事儿？而且他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，经纪公司也不可能让他有这个想法的。说真的，仪态倒是特别希望他们真的谈一场恋爱啊，轰轰烈烈，青春正当时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